这是藏传佛教的喇嘛制作坛城沙画的情景。坛城沙画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彩粉之曼陀罗，看上去严谨繁华的佛国世界，远望像一个锦毯或唐卡，但终究不过是沙子堆成，一吹即散，也是大千世界世事无常、美好易逝的缩影。坛城沙画传达给观者的感受，那么美好的东西却那么脆弱，转眼消逝，如幻如梦。它的象征意义和藏传佛教的思想似乎是相关的。今天我们将和您开个脑洞，一起倾听在藏传密宗广为传颂关于香巴拉的神秘王国。佛陀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代，第一位接受佛陀密法传承的，即是香巴拉王朝第一世国王月贤王，这也是开启了十轮金刚法脉与香巴拉净土的一大因缘。莲花生大士下面的叙述称，莲师于佛陀入灭后8年，即在我们这世上由莲花化生出世。莲师年轻之时，曾追随过佛陀的堂弟印度禅宗第2代传承祖师阿难尊者，修持佛法。此后，莲师也修学了各种数学、历法之演算，其中有关小乘佛教的历算，于戒律经、华严经及大庄严经等之中都有载录，后来又于涅盘经、灌顶经以及密教部经典中。莲师学习了诸如丧葬、地理、风水、数算之学问，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十轮金刚密法的修持。十轮金刚密法之传承，源自于佛陀亲传之无上秘密传承。十轮即时间之轮，嘎拉轮是宇宙、太阳系、地球之时间、空间、历法、业力、密咒、秘术的许多超越现今科技、不可思议之法门。月贤王在香巴拉编成了6000行的十轮序，并以无数珍宝建立了十轮金刚的坛城。月贤王在过世前，将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苏瑞须巴拉，并命其为经序的教师。莲师曾亲自在香巴拉王朝住了200年，所以莲师对于香巴拉净土的情形也很了解。约西元800年，莲师在离开西藏前往罗刹国。莲师曾说过，为什么香巴拉王朝的地位很重要呢？因为释迦牟尼佛许多重要的密法传承、法藏、法宝，全都收录在香巴拉净土。且当初莲师曾预言了佛陀正法之殊胜法脉传承将会在人间流传5500年，这与显教的说法略有不同。显教是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但显教的根据是不包含佛教密法的。莲师为了佛陀法脉能在人间常住5500年，含密法，故在入西藏弘法之前，便分别已在香巴拉王朝及中国五台山各常住200年了。莲师共埋藏了18万部佛教重要的符藏，这数以万计的符藏中，包括了一切重要传承密法、法宝、唐卡、法器、佛像以及专门给未来世界所使用的密法。当然，莲师也在香巴拉王朝存放了符藏。佛陀与莲师都预言到未来世界人心贪婪，物欲充斥，佛法会经历法难灾害。为了使佛陀正法永续不断，故佛陀将许多重要密法、法藏都交予香巴拉净土。而莲师则为佛法5500年之因缘做了准备，故才埋下18万部的符藏，其中亦包含在香巴拉王朝的符藏。因为于未来世，香巴拉王朝将会统治我们这地球，而佛法大兴。西藏人都相信，在北方雪山中的神秘王朝就是香巴拉王朝。那为什么香巴拉王朝至今尚未被物质科技世界的人类所发现呢？这是因时候未到之故，整个王朝被神秘的陀罗尼真言保护着而隐形了起来。香巴拉王朝保存着释迦牟尼佛最完整的教义及修法，将于第25世国王时公开普传于这地球上。那时约为西元2600年，全世界将为香巴拉王朝所统治，释迦牟尼佛正法将再度兴盛于这个地球上。现今正逢香巴拉国王第21世的时代。释迦牟尼佛住世时曾预言过，西元1990年以后，我们这个时代将逐渐接近黑暗时代，即人性暗淡，以科技物质或享受欲望为主的时代，同时也愈会感受到强烈的憎恨、欲望、物欲、感情冲击，且整个世界也会愈来愈混乱。由于物质文明科技大量进步，整个世界将渐渐受一个国家的控制。
十轮金刚法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亲自传承的无上大法，也是西藏已修持密宗多年的立根方可受持之法。十轮金刚是一种符号，也就是宇宙中时间之流及无限空间之秘密。在十轮金刚的符号秘密中，包含了外十轮及内十轮，也涵盖了宇宙中日月星辰及人体内色、受、想、行、识等五蕴及宇宙中地、水、火、风、空与时间之流的神秘秘法。十轮金刚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世尊智慧的结晶，也是宇宙天地万物一切佛性的根本。而十轮金刚大法正浓缩着宇宙物质世界及精神世界与所有时间、空间之秘密。根据班禅喇嘛六世所写的《通往香巴拉王朝的指南》一书记载，这人间佛国净土正位居于西藏北方，要前往香巴拉王朝，则必须通过大沙漠、高原、高山以及天寒地冻，并遭遇沿途之恶鬼恶魔之侵扰及障碍。要通过这些崇山峻岭、大江河天险等，必须靠修持无上秘法而成就大神通力及诸佛教护法来保护您，且您也必须与十轮金刚法结缘，方可到达香巴拉王国。就算您依班禅六世的香巴拉指南之路线图找到正确位置后，您也必须平时就修炼精神世界及锻炼身心，而使物质化的肉身蜕变成精神体的纯洁生命，则您方可能进入香巴拉王朝的净土。香巴拉有美丽的公园、城堡及有规律的建筑结构，四周有双层雪山围绕，分成8区，有如8叶莲花瓣状。香巴拉国王居住在国境中央的大城堡，他是一位大菩萨的转世，教导子民及诸佛弟子修佛、礼佛，同时兼具领袖之地位及教授佛法之导师身份。香巴拉这里没有贫穷，也没有困苦，没有疾病，也没有凶亡，没有嫉恨与仇杀，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在香巴拉人的寿命以1000年来计算，香巴拉王朝之中，住民不执、不迷、无欲。依香巴拉指南一书中描述，香巴拉的子民并非4大假合之肉身，从第一世国王受持释迦牟尼佛正法及无上秘法以来，于2000多年前，整个王国内的人民生命就大量的在进化。到了现在，每一位香巴拉人民已修炼成彩虹之身，即非物质的生命如彩虹一般轻如薄雾，且香巴拉人民身上都会发光。香巴拉王朝总共有6个王朝，而现今是属于第1个王朝中的第21世国王。当到了第25世国王时，香巴拉王朝将走出自己的国度，而将佛法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这个世界到了西元2500年时，会被一个科技及金融经济强权世界新秩序 NWO 所统治。由于地球上的生命已在减劫之中，因此人类的平均寿命并不因科技的文明而增长，反而逐渐减短。各种病毒如艾滋病、肺炎泛滥，大地环境污染，而因人类长期只重视追求物质享受，忽略了积善累德，故因共业之感召，未来将会有数以百千种比艾滋病毒更厉害的病毒扩散全世界。再加上天时气候反常、温室效应及种种刀兵灾劫恶业之感召，而使人类的平均寿命愈来愈短。但人类还是沉迷于物质科技，每个人虽带着肉体，但好像没有灵魂似的，如机械人一般，精神上陷入极大苦痛，且人类好斗及侵略之劣根兽性更加深厚了。于香巴拉王朝第25世时，此时西洋人所称的香格里拉净土将被西元2500年以后的人类发现，那时人类便以极先进尖端之科技做工具，以那好强掠夺凶残的原始本性为思想，发动战争，用数以万计、百万计的军队和武器侵略香巴拉王朝。由于因缘成熟，那时我们的世界已无佛法可言，尽是外道的天下，但科技却终于发展到能发现香巴拉存在的水平。届时，我们世界的人会大举进攻香巴拉，而香巴拉王国则应此因缘反攻，最终统治地球，令正法，尤其是十轮金刚体系的秘法重新弘扬起来。佛陀早于住世之时，就已经预言了3000多年后整个世界的这种大共业。故香巴拉王朝于几千年前就开始准备，以抵御外面野蛮民族来侵略。全香巴拉子民早就已经修炼成彩虹之身，
任何物质科技不能伤其毫发，且也集体修持了极多降服物质科技的秘法及神咒，准备用来对付外面科学教的世界，并解救人类的心灵及生命。在香巴拉王朝之中，亦都有超物质世界及科技的飞行船，这些飞行工具是很神奇的，是反物质材料做成的高能量发光体，亦都能够往返时光隧道，不受地心重力场的牵引，无惯性都可以航行于二次元时空之中。香巴拉王朝的军队很多时候在与我们人类地球的世界接触，只可惜我们是不知不觉的。香巴拉王朝的军队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人类于地球上的核子试爆、太空科技及生态活动等。每欧美或其他国家有新的武器试飞或试验时，香巴拉王朝都严密监控着。在地球之中，有时常被误认为神秘的发光体，可能认为是外星人或者是不明飞行物体，其实有一部分就是香巴拉王朝的飞行船。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些不明的飞行物体似乎是一直在关心着人类的生态和文明的进步。香巴拉王朝受本师释迦牟尼佛所托付，将于佛入灭3000多年后，人类最需要佛法之时，将最完整的佛法普传于地球，并解救心灵黑暗及以纯物欲为中心的世界。藏密弘教第一位祖师莲花生大士曾经预言过，于人类开始大量使用金属、铁器、铜器的时代，且飞行工具普及，物质科技到达最顶点之时，将是密宗开始兴盛之日，并会普传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而全世界的人类也会普信正法的佛教。这段预言应该是指西元2600年以后，香巴拉王朝与物质科技世界战争后，全人类共业导向佛法光明的世界。并非香巴拉王朝的人民都是好战分子，他们坚守着佛陀所教诫的慈悲心，而是因先人圣者的预言，物质世界邪恶势力的扩展，以及佛法的因缘又将成熟之时代即将来临之故。今天你的脑洞开了吗？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就放心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吧。如果你今天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请给这部影片一个赞，并与朋友分享。但先别急着去香巴拉修炼佛法，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有趣的影片会陆续分享，等你观赏呢。你只需要关注我们的频道，或者告诉我们您想要看的影片，就可以尽情享受。持续锁定我们，大家一起开个脑洞吧。